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前一阵有拍过一部扫拖机器人 X1 Omni 的心得影片，就是那一台10项全能的扫拖机器人，又会自动集成，又会自动清洁拖布的那一台。那在影片发布之后，我发现大家虽然都蛮想要，但是就是收到蛮多人跟我反映，可能他的预算比较不足啊，或者 X1 Omni 的基座太大，家里有点放不下这2个问题。结果没想到科沃斯在近期又推出了一台新的扫拖机器人，基座整整小了1圈，但是功能能保持跟上一款旗舰款 X1 Omni 的 80%。那重点是，根据我目前的消息来源，听说这一台会比上一款 X1 Omni 便宜了将近1万元。那我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就是这一台来自科沃斯的 D-Bot T10 Turbo。那今天我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优缺点之外呢，也会聊一下它跟 X1 Omni 的差异，以及该如何做选择，给各位一点购买的建议。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那首先第一个要聊到的一定是它这次的外观，这个外观真的太深得我心了。刚拿到的时候，我一上手就是惊叹连连。这次的主机采取的近乎是全白的设计，而且上面的盖子使用是有一点点小反光的钢琴烤漆。连边刷的部分也是使用白色的，对于白色控来讲一定是超级喜欢。我猜苹果店阿哲一定超爱这一款的设计。那整台基座外观采取的是这种白灰色的北欧风格外观，我自己觉得跟家里一般的色调是非常容易搭得起来的。那像是你看它跟我家的窗帘就非常的好搭，设计很一致的感觉，不会突然有那种色调很跳的问题。而且眼尖的你应该是有发现，这次的基座整整小了1整圈。虽然说这也是因为它牺牲了基座自动集成的功能，只保留了水箱做自动回洗拖布，但这个大小和这个高度整整就是少了一截，也不会这么占你家里的空间。我觉得对于空间比较不足的人来讲，这一点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优点。总之，这次的外观和大小真的是蛮好的。对于一般家里的色调也都很容易可以融入，机身和基座的外观又非常的漂亮，我猜女生应该都会很爱，买了你也不会被老婆骂这样子。那再来，我来快速的介绍一下它的重点功能。首先，这一台是具备了自动清洁拖布和自动注水的扫拖机器人。因为基座本身有4升的清水箱和污水箱，所以每次打扫的时候，它都会自动将清水注入机器之中。就不用说每次需要拖地的时候，你都要自己弯腰把机器人打开，然后加水进去，它才可以进行拖地。而且在它返回基座的时候，也会自动将拖布清洗干净和做热风烘干，就不用跟之前的扫拖机器人一样，每次拖完地还要自己拆下拖布清洗，然后找地方晾干。这点真的非常的棒。那至于打扫方式的话，采取的是扫地加拖地的模式，前面先吸尘之后，后面会再紧接着用2个拖布去做拖地。那吸力的部分的话，来到的是3000帕。那至于拖地的部分，采取的是下压旋转的方式，会以每分钟180转以及6牛顿的下压力道去做拖地。那就跟你一般人使用拖把的方式非常的像。那体验的这段时间，不论是扫地啊，或是拖地的功能都很不错。那此外，我也有实测，上次蛮多人提到了边角清洁能力的问题。我个人其实觉得它边角清洁能力是还蛮足够的，就不会有边角扫不干净的状况。所以这点就也不用太担心。那至于路线规划的部分来讲的话，它采取的是跟 X1 Omni 一样的 True Mapping 2.0 以及 DTOF 导航，所以规划出来的路线也是蛮直观的那一种。基本上就是边缘清扫完之后，才会开始来回清扫中间的区域。那如果真的怕清扫不干净的话，你可以选择打扫2次。我不是在讲干话，但是选择打扫2次的时候，它会先直着扫1次之后再做横的打扫，就会进行一个十字形的打扫，就会近乎做到零死角的清洁。那最后我觉得科沃斯真的很佛心，他竟然把一些 X1 Omni 的功能也都下放，像是 AI 识别家具啊、3D 地图啊、语音助手、远端遥控以及视讯通话的功能都有。我个人觉得真的下放了蛮多的。那蛮多功能之前我在 X1 Omni 的影片中都有做更详细的介绍和测试，所以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记得要去看一下这部影片。那接着我会来提及一下它跟最旗舰款的 X1 Omni 的差异的地方。首先最大的差异我觉得是在于 T10 Turbo 的基座是没有自动集成功能的，那这一点就会让你需要比较频繁的去清洁机器人内的集成盒，那也会比较容易在清洁集成盒的时候有尘土飞扬的问题。那对于会过敏的我而言，这一点差异就会比较大。
但如果撇除掉清洁时尘土飞扬的部分，自动集成的差异，我觉得倒并没有这么大。因为即使它具备自动集成，你每5到6天还是需要替水箱做加水和换水的部分。那 T10 Turbo 这一部分就等于是你在换水的时候多加了一个清洁集成盒的步骤这样子。那不过如果你还是很想要集成功能的话，你也可以考虑看他们的另一个机型 T10 Plus， 那一款就是具备自动集成的。那再来就是 X1 Omni 的吸力是5000帕，而这一款 T10 Turbo 是稍微少一点的3000帕。我个人觉得会造成这两者有差异的时刻，就是必须看你家里地板的种类。因为家中地板如果是那种比较有缝隙的啊，那家里环境也刚好比较多灰尘的时候，这两个状况加起来的时候，就会需要比较强的吸力去把卡在灰尘中的缝隙吸出来。那这种时候吸力上的差异才会比较有感。但是以我家的木桶地板来讲的话，我觉得3000帕我用起来就非常足够了。那此外就是3000帕的声音其实会比5000帕来的小上不少。那这一点其实如果换个角度来想的话，也算是变相的好处。然后再来就是它这一次的 T10 Turbo 使用的是 Ivy 3.0 的智能辨识，而非 X1 Omni 更高阶的 Ivy 3D。那这两者差异比较会是针对远近物品距离上的判别能力。那我自己使用下来是觉得 T10 Turbo 的避障能力跟 X1 Omni 最大的差别就是有些物品啊 T10 Turbo 是会轻轻的碰到，虽然说不会像是碰碰车那样子一直到处撞来撞去，不过有时候它就是会轻轻碰触到了才会去避开这样子，而 X1 Omni 是几乎不会碰触到的情况下就直接贴着这样绕开。那这一点我觉得有点像是99分跟95分的差异啊，就是使用起来是稍微有点差别，不过并不会到非常巨大这样子。不过 Ivy 3.0 其实也非常优秀。此外 Ivy 3.0 它也是有通过我的袜子、电线和塑胶袋的终极测试，它并没有忍不住吃下任何一个物品，所以说整体使用起来我个人是觉得还蛮放心的。那最后一点差异来到的部分就是银离子除臭的部分。T10 Turbo 的银离子的功能是需要额外加购的，那刚好我这次测试的这台就是没有加购银离子的，所以跟我前一阵使用有银离子的 X1 Omni体验了一下有没有银离子的差别。那这一阵子使用下来，我觉得每次在倒污水箱的污水的时候，是真的会觉得稍微比较有一点点味道一些，不过并不会到恶臭那一种，就是你可以感觉到是不同的。那以我自己个人的使用经验上来讲的话，我是还蛮建议你加购一下的，因为除了味道会比较好闻以外，银离子其实还是可以帮助杀菌的，对家里的干净还是有差异的。不过这一点就看你个人的想法。那大概上的差异就是这几点，我自己觉得算是刀法蛮精准的，把它跟 X1 Omni 做出了差别，但是又不会让这两台机器落差太大。那如果要跟 X1 Omni 来做选择的话，我这边给你的购买建议是，我觉得适合这款 T10 Turbo 的人可能会有3种。那第一种就是他是喜欢白色色调的，并且希望家里的机器人跟家里的装潢风格是一致的。那我觉得这一台的配色啊，不论是基座或机器人本体都是非常美的，看得很赏心悦目的那一种，是非常容易融入家中，并不会感觉到非常的突兀。那第二种人就是家里的空间稍微比较不足的人，那比较没办法放下 X1 Omni 那种超大的基座的那一款，那这一台的话就会非常适合这种人。那第三种，这种人就是预算比较吃紧的这一群人。那据消息指出，这一台是会比 X1 Omni 便宜非常多的。不过，即使在便宜这么多的情况之下，它还是具备了自动回洗拖布，也具备了良好的清洁和避障能力。此外，更不用说它下放了非常多 X1 Omni 的功能，像是 3D 地图啊、远端遥控啊、视讯通话等等。不过这种人，你的手脚真的要非常的快速，因为据说它的优惠价格是有时间限制的，那你就要自己加快手脚咯。那不过你是跟我一样是懒到极致，或者是过敏儿，或者是预算比较充足或家里空间比较大的人的话，那我个人建议是蛮推荐你直上最旗舰的款式。我自己还是蛮推荐 X1 Omni 的，不过就更看个人的需求和个人的状况。那有兴趣的话，也记得去看一下我之前的这部开箱影片。好啦，那差不多就是这一阵子我使用这一款 T10 Turbo 的使用心得啦。那如果你有什么任何想问的问题，都可以底下留言。那我会把详细的产品资讯，还有最后官方确认的售价放在底下的资讯栏位，所以有兴趣的赶快去购买吧。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帮我点个喜欢，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那如果有兴趣小额赞助这个频道的话，也欢迎你成为频道会员。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悄悄，拜拜。